这是一个从万国来朝变为藩镇割据的王朝，既有九天昌和开宫殿、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辉煌，也有朱门酒肉臭、路有冻死骨的乱世悲凉。从李渊起兵到朱温灭唐，国祚289年里21位皇帝轮番登场，有人缔造盛世，有人葬送江山，有人励精图治却无力回天，有人荒淫无道加速灭亡。每一段历史都藏着人性的光辉与阴暗，可看到最后，你绝对会忍不住感叹，原来盛世崩塌从来都不是突然的。今天咱们就顺着时间线了解最真实的大唐风云故事，还得从隋朝末年说起。隋炀帝杨广三征高句丽，大修大运河，把百姓逼到了绝境。公元617年，太原留守李渊看着天下大乱，终于下定决心起兵。不过很多人不知道，这场兵变的幕后推手其实是他的二儿子李世民。当时李世民悄悄联络瓦岗军旧部，还买通了李渊身边的亲信，最后用美人计把李渊逼上绝路。传说李世民让晋阳宫妃嫔陪李渊过夜，按律是死罪。李渊没办法，只能打着废婚立名的旗号反隋，4个月就拿下长安。李渊并没有直接称帝，而是把隋炀帝的孙子杨佑立为傀儡皇帝，自己当起了实际掌权者的大丞相。公元618年，隋炀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杀死。隋炀帝被杀标志着隋朝的灭亡。此时的李渊再也无所顾忌，不久就逼迫隋恭帝禅位，正式称帝，定国号唐，改元武德，定都长安。唐朝就此建立，李渊成为唐高祖。可唐朝刚建立时，天下还没统一，疆土仅有关中地区。而此时西边有薛举，北边有刘武周，东边有窦建德、王世充，这些割据势力个个不好惹。真正帮唐朝打天下的还是他的二儿子李世民。他20岁率军击败薛举，22岁灭了刘武周，24岁在虎牢关一战定乾坤，一边围堵王世充，一边突袭窦建德，硬生生把两大军阀一锅端。到公元624年，唐朝基本统一全国，李世民成了李唐王朝的大功臣，威望更是远超太子李建成。李建成怕弟弟抢了他的太子之位，于是联合四弟李元吉排挤李世民，甚至多次设计谋害他。李世民不想坐以待毙，在长安玄武门设伏，杀死李建成和李元吉，史称玄武门之变。3天后，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，2个月后禅位，李世民登基，即唐太宗。李渊则成为太上皇，开启了长达9年的退休生活。李世民登基后，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，提倡君臣共治，早上和房玄龄、杜如晦等大臣开会，晚上还跟魏征吵个不停。魏征也是每次都敢当面对他，比如唐太宗想修宫殿，魏征就说隋亡于奢；唐太宗想杀冒犯他的官员，魏征又说君明则臣直。唐太宗虽然每次都被气得发抖，却从来没想过要杀魏征，甚至还把他比作镜子。在治理国家上，唐太宗重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，他改革均田制，让农民有地种，还减轻赋税，短短几年就让粮食堆满粮仓。另一方面，他提倡戒奢从简，并且以身作则，同时还完善科举制，不管你是贵族还是平民，只要考得上就能当官。这一下就打破了豪门垄断官场的局面。在对外上，公元630年派李靖出征，大败东突厥，协力可汗被俘，北方边境安定后，唐太宗又派兵收复了吐谷浑、高昌、燕齐、龟兹等地。而面对这些被征服或是主动臣服的少数民族，唐太宗也是特别宽容。他说，自古皆归中华，见夷狄，朕独爱之如一，所以突厥、吐蕃这些部落都愿意归顺，还尊他为天可汗。这段政治清明、国力强盛的时期，史称贞观之治，成为后世帝王治国的标杆。不过唐太宗也有烦心事，他的大儿子李承乾觉得自己当太子太久，居然想谋反，结果被李世民废了，最后改立李治为太子。而晚年的唐太宗疾病缠身，还想长生不老，结果吃了印度方式的丹药，52岁就驾崩了。他去世前，把太子李治托付给长孙无忌和褚遂良，还特意留下遗诏，让武则天去感业寺当尼姑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女人后来会颠覆整个李唐王朝。唐高宗李治登基后，性格软弱，朝政基本被长孙无忌把持。有一次他去感业寺上香，遇到了武则天。武则天曾是唐太宗的才人，按辈分是李治的小妈，两人旧情复燃。李治不顾大臣反对，把武则天接回皇宫，封为昭仪。而此时的武则天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为了争夺皇后之位，她亲手掐死自己的女儿，嫁祸给当时的王皇后。
公元655年，李治废除王皇后，立武则天为后，还借废后之争把长孙无忌、褚遂良这些老臣要么杀要么贬，彻底掌握了实权。从那以后，武则天就开始帮李治处理朝政，史书上叫二圣临朝。公元683年，李治去世，太子李显继位，即唐中宗，可只当了55天皇帝，就因为一句“我把天下给我岳父都可以”，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，改立小儿子李旦为帝，即唐睿宗。武则天则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。公元690年，武则天觉得时机成熟，干脆废掉李旦，自己登基称帝，改国号为周，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正统的女皇帝。唐朝的统治暂时中断。武则天在位期间，打击门阀士族，发展科举制，重视农业生产。为了巩固统治，她重用酷吏，比如来俊臣、周兴，搞出请君入瓮的狠招。但同时她也重视人才，狄仁杰、张柬之这些名臣都是他提拔的。而且他延续了唐太宗的政策，让社会经济继续发展，史称正气开元，治洪贞观，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。可到了武周后期，武则天大肆诛杀李唐宗室，导致人心惶惶。公元705年，武则天病重，宰相张柬之等大臣发动神龙革命，逼迫武则天退位，拥立李显复位，唐朝国号得以恢复。但李显懦弱无能，朝政被皇后韦氏和女儿安乐公主掌控。韦氏为了效仿武则天称帝，和女儿下毒杀害李显。韦皇后紧接着立李显的小儿子李重茂为皇帝，自己垂帘听政。这时候，李显的妹妹太平公主不干了。公元710年，太平公主联合李隆基发动政变，诛杀韦氏和安乐公主，拥立李旦复位。可李旦这皇帝当得也不安稳，一边是强势的妹妹太平公主，一边是有功劳的儿子李隆基，两人斗来斗去，夹在中间实在太难受。2年后，李旦干脆禅位给李隆基，即唐玄宗。唐玄宗登基初期，一心想重振大唐雄风，他任用姚崇、宋璟等贤相，整顿吏治，改革财政，重视军事。在他的治理下，唐朝达到鼎盛时期。公元742年，开元29年，全国人口达到891万户，粮食储备充足，物价低廉。长安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，各国使节、商人云集，文化艺术也迎来繁荣。李白、杜甫、王维等诗人活跃于此，史称开元盛世。但到了统治后期，唐玄宗开始飘了，他把朝政交给李林甫、杨国忠这些奸臣，自己整天和杨贵妃寻欢作乐，还让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当宰相。李林甫为巩固相位，杜绝边疆入相之路，建议唐玄宗用胡人担任节度使，而此人就是安禄山。安禄山是个混血胡人，长得又胖又丑，但特别会讨好唐玄宗。他认杨贵妃当干娘，还在朝堂上装疯卖傻，骗得唐玄宗对他深信不疑，让他当了范阳、平卢、河东3镇节度使，手里握着15万大军，这相当于唐朝1半的兵力。而杨国忠和节度使安禄山不和，两人互相拆台，最终引发了一场足以毁灭唐朝的大乱。公元755年，安禄山以忧国之威讨伐杨国忠为名，在范阳起兵反叛，史称安史之乱。大军一路势如破竹，只用了1个月就占领洛阳。公元756年，又攻破潼关，逼近长安。唐玄宗带着杨贵妃、杨国忠等亲信仓皇出逃，行至马嵬坡时，随行士兵哗变，要求处死杨国忠和杨贵妃。唐玄宗无奈之下，赐杨贵妃自缢。随后，唐玄宗逃往成都，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，即唐肃宗。唐肃宗重用郭子仪、李光弼等将领，联合回纥援军，开始平叛。终于在公元757年收复长安和洛阳。可就在平叛关键期，安禄山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杀死，而安庆绪又被叛军另一首领史思明杀死。史思明后来又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死，叛军内部自相残杀，给了唐朝可乘之机。公元763年，穷途末路的史朝义自杀，历时8年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。可这场战乱让唐朝人口从5300万降到1700万，北方经济彻底崩溃，边疆防线崩溃，吐蕃趁机占领河西、陇右等地。更可怕的是，为了平叛，唐朝增设了大量节度使，这些节度使拥兵自重，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大大削弱。唐朝从此再也回不到巅峰。安史之乱后，唐朝进入中唐时期，皇帝们试图重振朝纲，但始终无法解决2大难题：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。唐肃宗死后，
唐代宗李煜继位，他在位期间虽然平定了安史之乱，但对藩镇采取姑息政策，承认安史降将的地盘和权力，任命李宝臣为承德节度使，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，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。这3镇后来成为河朔3镇，名义上归唐朝管辖，实际上完全独立，节度使职位父子相传，中央根本无法干预。公元779年，唐代宗去世，唐德宗李阔继位，想改变这种局面，刚登基就下令削藩，结果引发了导致4镇之乱和泾原兵变爆发。公元783年，长安附近的泾原兵变占领长安，唐德宗只能再次出逃。此后唐德宗彻底放弃削藩，转而重用宦官，让宦官掌握神策军，这下又埋下了宦官专权的祸根。公元805年，李阔驾崩，享年64岁。他的儿子唐顺宗李诵即位。唐顺宗李诵只当了8个月皇帝，就因为支持王叔文、柳宗元、刘禹锡等人推行永贞革新，想打击宦官和藩镇，结果被宦官具文贞逼迫退位，传位给儿子唐宪宗李纯。唐宪宗李纯是中唐少有的有作为的皇帝，继位后终于给唐朝带来了一点希望。他整治吏治，减免赋税，重用裴度、李肃等大臣，先后平定淮西、承德等藩镇，史称元和中兴。可他晚年追求长生，迷信丹药，脾气变得暴躁，动不动就拿身边的宦官出气。公元820年，被宦官陈弘志杀死，享年43岁。大唐的中兴就这样被宦官掐灭了。唐宪宗之后，宦官更是肆无忌惮，先后拥立唐穆宗、唐敬宗、唐文宗几位皇帝，可基本都成了宦官的傀儡。唐穆宗李恒是宦官立的，唐敬宗李湛因为贪玩被宦官刘克明杀死，年仅18岁。唐文宗在位期间，试图联合宰相李训、郑注铲除宦官。公元835年，他们策划甘露之变，谎称左金吾卫庭院中有甘露，又使宦官头目裘世良等人前往查看，准备趁机诛杀。但计划泄露，裘世良率军反扑，李训、郑注被杀，数千官员受到牵连，唐文宗也被宦官软禁，直到去世。甘露之变后，宦官完全掌控朝政，唐朝的统治更加腐朽。唐文宗死后，唐武宗李炎继位，李炎还算有点能力，重用宰相李德裕，平定了泽路节度使刘轸的叛乱，杀了大宦官裘世良，还大破回鹘，稳定了边疆。他还做了一件大事。公元845年，因为佛教势力太大，占用了太多土地和人口，影响国家经济，李炎发动会昌法难，拆毁寺庙，强迫僧尼还俗，这和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合称三武之祸。可他也没逃过金丹魔咒，晚年服用丹药中毒身亡。公元846年，唐武宗去世后，唐宪宗之子李忱继位，即唐玄宗。唐玄宗勤于政事，重视人才，减免赋税，缓解了社会矛盾，结束了牛李党争，为甘露之变死难的官员平反，对外击败吐蕃，收复河湟，安定塞北，平定安南，被称为小太宗。他在位的13年，史称大中之治，这是唐朝最后的回光返照。公元859年，唐玄宗去世，唐懿宗李璀继位。懿宗沉迷酒色，挥霍无度，他为女儿同昌公主举办婚礼，花费数百万民钱。而当时河南、山东等地爆发旱灾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朝廷却视而不见。公元873年，唐懿宗去世，唐僖宗李宣继位，僖宗年仅12岁，朝政被宦官田令孜掌控，唐朝的统治彻底崩溃。公元875年，王仙芝在蒲州起兵反唐，黄巢在冤剧响应。黄巢起义军采用流动作战的方式转战南北。公元878年，王仙芝战死，黄巢成为起义军领袖，自称冲天大将军。公元880年，黄巢率军攻破洛阳，随后又占领长安。唐僖宗逃往成都，黄巢在长安称帝，国号大齐。但黄巢起义军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，也没有出台安抚百姓的政策，反而大肆屠杀唐朝官员和士族，导致民心丧失。公元882年，黄巢的部将朱温在同州投降唐朝，被任命为宣武节度使，率军镇压起义军。同时，沙陀族将领李克用也率军南下，协助唐朝平叛。公元883年，黄巢被迫退出长安，结果在泰山狼虎谷被唐军追击后自杀身亡。历时10年的黄巢起义终于平定，但黄巢起义给唐朝带来了致命打击，被折腾得只剩一口气。全国大部分地区遭到破坏，藩镇势力进一步壮大。朱温、
李克用等节度使成为新的割据势力，唐朝已经名存实亡。公元901年，朱温率军进入长安，强迫唐昭宗李晔迁都洛阳，还把长安的宫殿拆了，木料顺着黄河运走，繁华了300年的长安城，从此再也没成为中国的都城。公元904年，朱温派人杀害唐昭宗，立唐昭宗13岁的儿子李杼为傀儡皇帝，即唐哀帝。公元905年，朱温为了篡权，在白马驿杀死30多个唐朝大臣，把他们的尸体扔进黄河，史称白马驿之祸。唐朝的官僚集团被彻底摧毁。公元907年，朱温废掉唐哀帝李杼，自己登基称帝，改国号为梁，史称后梁，定都开封。至此，历时289年的唐朝正式灭亡，中国进入5代十国时期。从李渊建立唐朝到朱温篡唐289年的历史里，既有贞观之治、开元盛世的辉煌，也有安史之乱、藩镇割据的混乱；既有李世民、武则天、唐玄宗这样的杰出帝王，也有唐僖宗、唐哀帝这样的傀儡君主。有人说，如果唐玄宗没有沉迷美色，唐朝会不会延续更久？也有人说，藩镇和宦官是唐朝灭亡的根本原因。你觉得大唐盛世最终走向衰落，最关键的转折点是什么？